最近美国有个商业内幕的一个刊物就有提到了一个解放军如果攻台可能会预测他会用哪些方式特别这些这个学者专家提到说，空军的投放一些伞兵特种部队登陆到台湾，他们预计24小时之内可能就有10万的大军会进入到台湾。他提醒说，这才是台湾要注意的问题，而且他认为中共对于台湾所有的这些包含地形地貌所有的军事的掌握都非常的清楚了加上台湾内部他认为这个不够这个有警觉他说这才是会造成台湾重大伤害的部分。真的吗？台湾有这么不堪一击？这个中共可以如入无人之境，快速的就投放10万到台湾吗？明杰老师你怎么看呢？我想，不管是中国内部，或者其实国际上很多的学术研究在做这个攻台想定的时候比较片面、单方面在凸显解放军的兵力的强大那在等攻台过程中，这些所谓的不管是参数设定或想定来讲，看起来怎么好像是在攻占一个无人岛那应该把台湾的防御，包含像反舰、制海这些，或者防空制空这些能力，其实应该都要评估进去那当然，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这一位叫Golden Stain 他写的这篇文章我想当然也是在提醒说，中国的确对台湾存在一定程度的军事威胁，而且我想他要凸显的是说，不要只看到表象式的就是说国际新闻上面比较会报道的，包含这种大型的海上的载台，包含像辽宁号那在过去来讲穿出宫古海峡在绕台，那甚至包含像过去075的2栖突击舰，那首艘是部署在这个海南岛，第2艘这广西号，那最近听说已经成军，然后部署在东部战区，那看起来好像是在对台进行相关的2栖突击的演习。那当然，去年这个下半年，解放军不断的播放台海的这一个等于说夺占的画面，那不断释放它这一个换装的05式的2栖突击坦克那这些画面当然可能会成为国际媒体的焦点。那他这篇文章主要在提醒说，其实真正对台湾有威胁的，恐怕是从空中来的这些空降特战兵力那他认为必须要以这个为重点。不过我认为，我先从一个源头讲起我们在看待中国的这一个军事威胁基本上我觉得本质先认清的部分，就是第一个，我认为这个军事的力量传统上来讲就是中共对内跟对外斗争的工具。那文斗的时候，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包含像我们看到的大外宣也好，强化它内部的民族主义。那更重要是说，它要用讲难听叫做恐吓，讲好听叫威慑。那对美国华府的这一个政府，这个等于说吓阻他，然后避免他对台湾的这个相关的事务进行介入。那对台湾来讲，那最简单的叫做以武逼统那真正的这个是属于文斗的部分，真正的是不是会动用会上场，属于武斗的部分。过去来讲，我反而认为他并没有真的认真在准备，但是在2020年之后。过去2年来讲，我认为他的确有开始有这样的想法，慢慢也在思考说，如果我真的要武斗，真的要武力犯台的时候，这些装备能不能派上用场？那从这个论点的角度，我们去思考他的一个兵力部署或对台的这些军演的状况。过去来说，的确，辽宁号这种大型的这个航母载台，我们都知道它跟美军的尼米兹号，更不要讲说。尼米兹级，更不要讲未来新一代的福特级比它的性能其实是还是落差的非常远所以再加上数量上面来说，虽然现在有003最新号称有电池弹射能力的，今年即将也会这个可能下水服役不过以前2艘来讲，这一个辽宁号基本上还是只能作为训练之用。那山东舰可能有一定的战力，现在也还在训练。那过去打造这种大型载台，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就宣扬国威，那对美国展示说。今天过去美军传统以航母打击群那来这一个支援台海的这样的作战模式，可能会被它隔绝在外这才是它真正的目的。那透过这种大型航母来绕台，当然目的就是要恐吓台湾的一个民心那还有包含像这个持续的攻击扰台也是一样。那2栖突击舰的确相对于来讲，它在实务上面来说，的确在对台湾进行2栖登陆作战攻击上面来讲，其实这也是仿照美军的这些过去，包含像现有的黄蜂级跟最新的美国级。它都是等于说透过这个直升机的空中兵力快速能够这一个进行抢滩立体登陆。那当初打造这样075的突击舰，我们知道它目前来讲也没有进一步说要打造更多的数量，目前来说就是3艘。你今天去设想，如果今天
台海要有2栖突击舰，上面最多可以搭载28架直升机，就算3艘一次都出动，上面每一艘大概可以多搭载大概1000多名的陆战兵力，足以登陆台湾吗？远远不及于真正需求的兵力，那反而自己损伤惨重。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只有打造3艘的目的是什么？我过去个人的这一个推论是认为，他本来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武逼统，以战逼降，就某个程度威吓或者恐吓你台湾自己先投降。那这3艘2栖突击舰，它是属于正规的一个突击兵力，它可以顺利直接渡海，不会遭到袭击的情况之下，这个靠港直接行政下线，然后这些兵力包含像重装备都可以运上岸。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目的是要来接收台湾，所以他打的如意算盘当然是不战夺台哦。那真正如果要打大规模的2栖兵力，3艘2栖突击舰怎么会足够哦？那包含像再加上他其他还有这个8艘的071也好，或者是20-30艘更小型的072哦，这些2栖载具完全不足以搭载它海上的整个兵力来渡海哦。那所以为什么这一个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教授他提醒说，空降特战的确有一定程度的可能性，而且他讲到说，台海两岸之间最近的距离大概就160公里，那这么短的距离的情况之下，从海上来速度缓慢，那对外曝光的那根本这个054的这个2栖突击车还要透过这个2栖突击舰搭载到近岸才能释放，然后速度非常缓慢，也是这个高度可能遭到攻击的目标，所以他警告说，如果今天要快速夺台，那当然，解放军拥有450架的运输机，那他认为说，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搭载高达5万兵力啊，那登陆台湾。但是这当然是在台湾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之下，才有可能达成这样的目标。因为今天就算他动用运20，不管是高空这个投降，或者是低空机降，那或者是说进行各方面，包含还有这一个直升机渗透来说，基本上台湾目前来说，防空的这个飞弹或火炮其实非常的绵密，它要这个顺利渡过台海，同样它的战损会非常高，不会比这个海上这个渡台要来得轻哦。所以这种假设，我认为说，当然善意是在提醒，但是实际上在真正的战场上面，会不会发生让你一次有这个400-500架这个运输机全部渡过台海，然后可以顺利登陆？其实因为台湾不要讲说这个滩岸的海上登陆点非常少，真正能够空降机降的这一个位置也非常也不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其实那些也都早已是国军守卫的重点啊。这种情况之下，你说要真的能够顺利一下一举，然后拿下台湾，我觉得也是太过天真啊。所以整体上面来说，我们在看哦，解放军这些不管是海上的兵力、空中兵力，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军方应该都是有料敌从宽、御敌从严。所以为什么除了大批采购反舰飞弹啊，或者是我们自己国造的雄2、雄3超音速反舰飞弹也好，美制的鱼叉，不管是建设，或者是像现在有岸置型，那还有包含像 F-16V 可以挂载的这个空射型，各方面的反舰飞弹，未来会超过1200枚以上，但专门用来这个对抗它的这一个渡海的海上兵力。那空中来说，其实台湾也没有任何这个放松哦，因为防空的部分，其实我们过去来讲，从高空到低空哦，你说爱国者3型它可以进行反飞弹，但是它也同时可以这一个等于说拦截敌机。那我们自己国造的天弓2型、天弓3型也好，甚至还有包含像天剑2型，未来也会有陆基式的一个部署。那低空的包含像复仇者或者是这个刺针飞弹，或者是35快炮，整个防空系统是一道一道绵密的防空网哦。所以你说今天就算有大量的运20要飞过台湾，谈何容易哦？那同时还有包含像他们的确这几年不断的在这一个等于组建所谓的空中突击旅，那属于陆军。过去来说，像先前75军或83军都有组建这样的空中突击旅，它的目的就是希望在号称1个小时就能够从空中渡海。那动用包含像直8、直18这些运输机也好，或者先前其实在西南空也出现过米172制的，那还有配合包含像5直10，还有更新的这一个直20等等哦。那这些运输机，它希望组成一个各个战区都有空中突击旅，然后对台湾进行快速的夺台。但是直升机飞到台湾，其实这个对他来讲，自己本身渡海过程中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啊。因为未来台湾各式的舰艇，不要讲基本的这个防空火炮，或者是说像这个天剑2型，未来我们的沱江舰这些也都有这一个装备之外其实我们小型的舰艇未来也会大量部署所谓的刺针飞弹，所以在渡海过程中对他来讲就会层层的进行拦截那对解放军要真正能够这个如入无人之地，能够顺利的从空中也好，
高空跳伞也好，或者是海上渗透，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威胁跟困难。那当然我们还是要小心的。他这篇文章中间有提到，就是说他的这个空降特种部队或者是从海上也有可能派特种部队直接渗透来台湾，也就是其实他先制的第5纵队，的确这个是台湾自己内部必须要小心，因为这些第5纵队在扮演角色我认为除了在这一个他真正大规模袭击台湾之前，可能对于台湾的重要关键基础设施可能会先进行破坏或扰乱社会秩序，更重要的是这些人可能在台湾已经熟门熟路会为这些可能这一个在火炮拦截之下有残余的一些兵力真正登陆台湾的这些部队进行这个引入跟带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反而台湾是自己必须要先做好预防的部分。那至于整体上来讲，我觉得目前来说，习近平对台看起来还是先以这一个不战夺台这样的一个策略在推动跟进行那真正的你说会不会动用到武力？我认为目前来讲，北京应该还是有非常多认为说高风险跟困难的地方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台湾自己做好防卫跟心防的部分我觉得相对来讲非常重要。